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感觉有可能变盘反转，期货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，这一次也是感谢主力，再一次压回 80K。反正昨天交易群以及推特上面有一起做多的朋友，我是再开了6笔多头的利润，那风格不变，包括2年之前的多头利润全部好抖。等下来分享比特币上涨的目标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 YouTube 视频给大家分享的这张图表啊，就是比特币又压回到 80K 左右，昨天是感觉有可能会变盘上涨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昨天的这张图表，也是跟大家提到，这一根下跌对比2023年，但是这一根下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，有可能会有像这种的 K 线上涨，或者是这种上涨，因为当时这个位置是有压力，就像当时的这个位置有压力，现在价格上涨。所以我们来秀一下 Discord 交易群，也就是这几天哦，我个人是感觉比特币跌下来，你应该去找机会。包括3月31号的时候，就前天晚上感觉有可能会涨，狗狗币通知的 0.165 到 0.166 这一笔多大，以及也是有通知 DOT， 我是感觉可以去做多。以及我们看一下，包括比特币这一个小组，就是昨天9点多的时候，当时价格是在$82,500附近通知的这一笔多大。现在有利润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，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提醒朋友们，价格跌下来，你不应该去看空啊。而且下方的这一个恐慌与贪婪指数，价格在高位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，价格跌下来的恐慌指数在低位。或者是就像之前的 25K 价格跌下来，恐慌指数在低位，那我们就可以贪婪一点。那或者昨天在交易群上面有一起做多利润的朋友们，我的观点是，不然就等判断比特币下一步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来到高位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要小心啊。那现在价格上来，包括昨天推特上面也是有提醒哦，持有100枚以上主力金鱼是买了2400多枚。昨天一根上涨，继续买了700多枚。现在的位置我们要怎么判断啊？它短期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压在这边，也不排除短期一根蜡烛涨多了，我们要反，它会不会在这个位置继续盘整？或者是空方的朋友，我个人是觉得尽量不要去看空啊。如果后面连这一个下降趋势都突破，那就不应该去看空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除了日线的一个下降趋势，现在周线的。就是你看这一个随机 RSI 指标 ，RSI 指标来到低位的时候，一般就不要再去看空啊。包括我们看一下比特币之前在 25K 或者是这个位置 39K，RSI 指标在低位的时候，随机 RSI 指标是非常的准啊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昨天上涨或者是周线这一个普通的 RSI 指标下降趋势，短期有希望啊，就是这个位置普通的 RSI 指标。会不会突破这个下降趋势？那我的观点，有可能比特币再配合日线的那个下降趋势突破，不排除可能就是要开启一波上涨的走势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啊，也就是4月份第一个周五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，以及更重要的一个数据，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亚太时间晚上8点半要去留意这个美国的失业率。因为失业率前面是一直在上升，包括上一次是在4.1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，它对整个美联储的利率反应是非常的敏感啊。所以周五的时候，到底那个非农或者是失业率会不会再上升？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吧。如果经济环境或者是有一些经济数据真的差的情况下，不排除这一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。反映的就是美联储后面利率有没有可能会降，这样的情况下，那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前跟大家讲的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头肩顶的结构，只要这个位置跌破，有可能对后面的一些山寨币或者是比特币，美联储有没有可能会降息，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那现在比特币如果昨天有利润的朋友，上涨的目标下一步会到哪里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昨天有跟朋友们提到，就是目前这个箱体的区间，$80,000已经30天了，要跌早就应该跌了，不跌那有可能说明主力在这个位置就是继续在打底，有没有可能像之前的这个位置打底，打完以后价格就上涨？那我们目测一下之前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旗形哦，从这个高点到低点的位置算作一个旗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个旗形的盘整，把这个旗杆移到当时这一个低点启动的位置，后面是涨到这个高点，有一个目测的目标位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现在的比特币之前的这个位置，如果算作一个旗杆，然后这边有一点像是一个旗形在盘整，画的不太标准啊。这边如果只是一个旗子的情况下，那我们旗杆画一下，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，比特币就是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，或者是这个区间还是在盘整情况下，后面只要往上突破，我们可以同样画一个旗杆，从这个低点到后面高点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在$170,000？到时候这一次再做多的利润，或者是反正我也是一样，成本止损，全部利润赌它的大长线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短期我的观点是狗狗币上面还是有一些套牢盘啊。当然之前判断有错过，因为我是在0.2左右也是再买了一些狗狗币，现货目前是有被套啊。那昨天有开对的狗狗币的利润，短期先观察吧，有可能比特币会不会在等这一周的那个非农就业数据，所以狗狗币有可能短期也会继续盘整。不过整个大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啊，就是狗狗币不到$1，我的利润不会偏差。如果真的跌到我的成本位，反正到时候就止损。那么看一下历史上狗狗币在2018年到整个2020年的这几个高点的区间，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三角的结构，后面突破以后，狗狗币是爆发。现在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把这个高点、这个高点，这一次跌回来的这个低点也是没想到会跌得这么深啊。反正整个大长线我的观点是不变啊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盘着，后面狗狗币$1以后再考虑要不要卖出或者是平仓狗狗币的利润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